玉珠啊，妈，玉珠啊，妈得了癌症，那家产我都转给你了。以后啊，你一个人好好生活，别为妈难过。为你担心，巴不得你早点死！你们全家人早就死绝了，现在你也要死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女，你的亲生女儿早在30年前就死在乡下了。你的亲生女儿在她结婚之前，我就找流氓强奸了她，她最后不甘羞辱自杀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的2个儿子儿媳，全家下放西北，随后惨死，都是我的手笔。经核查，于明祥大哥在国外涉嫌通敌，秦家为阶级敌人，现决定全家改造，房产没收，全家下放。我这别同志，这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妈，没弄错，抓的就是你家。动手！喂，别打！别打了！是的，不是。现在，你的四合院以及你大哥留给你的所有海外资产都是我的，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这里是我的房子。秦玉茹，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我可是传书女，你们一家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老东西，家里的古董究竟在哪儿？赶紧告诉我！你靠过来，我就告诉你。再靠近点。你去死吧！心肝丧尽天良，为不输的畜生，你去死吧！什么不能？我来找你们。妈，我想读大学，你送我出国找姐姐好不好啊？这力气可不是70岁的我的力气。妈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妈，你干嘛打我呀？这是我下放前住的房子。73年6月15，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回了全家下放前半个月。妈，我就是想出国读书而已，你干嘛要打我呀？在原著中，于明香不是很疼我这个女儿吗？
这一家人很快就会被举报下放。我只要早点出国，之后把他们全部弄死，这样余明香的家产就都是我的了。哼，我讲的就是妈，你他妈还想出国？长得不明想的挺美。妈，我想出国读书。好，妈妈答应你，我这就给你舅舅打电话，让他帮你准备出国的材料。谢谢妈妈。前世的我，秦玉珠提出了出国上大学，我无条件支持。你舅舅已经都帮你打点好了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出国在外要照顾好自己。妈，你真好。等我到了国外，先把你们举报了，我要让你们全家下放，然后全部惨死。妈，你不是最疼我了吗？妈，你干嘛要打我？今天干嘛要打我呀你？哎妈，救命！妈，我就想出国读书而已，你不是最疼我了吗？妈现在就好好疼你啊！想出国吃香喝辣的恶心我大哥，你做梦！做妈，梦！你这在干什么呀？二哥，没事，二哥在，二哥在，不哭不哭。妈，你不是最疼妹妹了吗？她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打她？我的小儿子，让你是为了留下一口吃的给我。啊！下放的第2年，就饿死在了西北。下手这么狠，你是真舍得呀？妹妹到底是不是你的亲闺女啊？我才不是余明香的亲生女儿，我是川叔的假青金。哎呦，妈，疼疼疼，耳朵掉了，耳朵掉了。这个点你不在机械厂上班，跑回家干嘛呀？我这不想着妈你早上扭到手了吗？我特意回来看一下。说实话，等，这妹妹她早上说她想吃供销社新上的杏仁酥，我就特意给她买回来了。他说想吃杏仁酥，你就给他买啊。他要说想吃龙肉，你是不是还上天入地的也给他找来呀？妈，这不是你跟我们说妹妹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，我们当哥哥的当然得宠着妹妹了。这漏风撒气的黑心棉袄，谁爱疼谁疼。我一个重生的亲妈，还斗不过一个川叔的假女儿。秦玉珠，这一世我定要你恶有恶报。对了，妈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妹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打她？他该打，他非要闹着出国留学去找你舅，我不打他打谁啊？妈，可是现在国内又没有高考，妹妹想出国到舅舅那读大学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再说咱家也不缺钱，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你问我为什么这么生气？现在外面动不动就会被扣上成分的帽子，你嫂子一家刚因为成分问题被下放，就在国外这个事儿，我恨不得捂进棺材，生怕被人知道。他却在这个时候要出国找你舅，他这哪是要去留学啊？他这是要害死咱一家人的命啊！你和你哥有稳定的工作，你嫂子现在还怀着孕，这个时候谁要是敢给我生乱子，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我打死都是亲的。你不准拦，也不准劝，否则我连你一块收拾。你滚！黑幕！老娘打闺女一回生二回熟，你看惯了就不许干。不警告你啊，出去别乱说话，封上你的嘴。哦，以前老妈疼妹妹，这不肯打也不肯骂，什么活都不让妹妹干，现在妹妹居然挨揍了。快去！
上一世秦玉珠出国，被其他人抓住机会举报，导致全家下放。我大哥在国外早晚会被人盯上，但是这一世下放是不可能下放的。大儿媳妇还怀着孕，受不得一点苦，我得想办法把大儿子一家送出国才行。这手镯怎么变这么红？我记得奶奶给我的这个陪嫁手镯没这么红。奶奶说这个手镯是传家宝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呀？这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了？难道说手镯里有空间？好甜啊！喝完之后，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。有了这灵泉空间在，这一世一定稳了。收！我要去见我的大儿子儿媳，把这个灵泉水给我儿媳喝。最近风声太紧，我要低调一点，换件衣服再去。妈，魏国，小茹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手腕又疼？我们带你去医院。妈，我们去医院吧。妈没事儿，妈手腕不疼了。我就是一下午没见你，想得慌。哎呦，你看我这儿，来，坐来。小茹啊，妈给你熬的糖水，甜甜的，可好喝了，你尝尝。谢谢妈。妈煮的糖水好甜啊，甜甜的，喝了感觉身体都轻了不少。好喝就好，那你多喝点儿。这可是我从空间里灌的灵泉水，大儿媳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，得吃好喝好，好好补补。真有那么好喝？我不信。小茹，你肯定是为了哄妈开心。给。真好喝，喝了这个水，我现在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就你挑嘴。魏国、小茹，你们之前不是一直想出国留学吗？现在还能报名吗？如果能报名的话，你们赶快去报上。户口本啊，妈都给你们带来了。妈，你怎么突然想着让我们出国了？我们之前商量过了，要花的钱太多了，还是不去。让你们去你们就去，哪那么多为什么？你们这次深造的地方正好在你舅舅那儿，他也能帮忙照顾你们。这么好的提升机会，这以后怕是都不会再有了。那就听妈的，我们这就回去问问报名的事情。哎，去，现在就去。好嘞，妈。妈，没事儿，放心吧。杜大哥，哎，快进，快进！杜大哥，你跟我家那口子是把兄弟，湘东的工作也是你操心给安排的，
真有啥话我就直说了。弟妹，有话你尽管说，不管什么事儿啊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一定会去帮。向东的工作怕是做不了多久了。我知道你最近正在操心你小舅子工作的事儿，你让向东带他几天，回头我就让向东把工作转给他。什么？向东这工作干得好好的，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？弟妹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事儿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！杜大哥，你先坐下。我家的情况你是了解的。之前打仗的时候，我家老辈捐了大半的家产，现在我哥一直在国外，有人揪着这事儿不放的话，只怕我们也是在劫难逃。谁敢揪着这件事不放，我去拧了他脑袋！弟妹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既然咱们能提前得到风声，那就说明还有应对的时间。我想想啊，弟妹可知道最近是着了谁的眼了？魏建安，还有我女儿。啥？魏建安强占了你们家院子，本来就是仗势欺人，作威作福，确实也提防。可是你女儿怎么会举报你啊？玉珠那孩子，她不是我亲生女儿。啥？当年我生女儿的时候，正在东北出任务，恰巧借住的那户人家跟我前后脚缠，应该就是那个时候，他们调换了孩子。我也是前段时间陪秦玉珠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的。这确实是挺大的事儿啊！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老秦走了，我都能撑得住，现在我一样能扛得了。只是杜大哥，这事儿你别插手，咱们两家总得有一方在岸上。我怎么能不插手呢？我找人修理魏建安一顿，这事不就了结了吗？结不了。秦家筒子巷的老四合院就在革委会旁边，盯上我们家的人不止魏建安一个。那秦玉珠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毕竟她是你从小养到大的，以前看着这孩子本性也不坏啊。人心隔肚皮呀。他比我更早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，却没有告诉我，反而要到国外去找我大哥。他这是摆明了要耗死我的亲生儿女，好独自继承我的家产。狼子野心！弟妹，这丫头不能留了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说这些了，杜大哥，向东工作的事儿你看着办就成。那好，我给你拿钱。哎，咱们这关系还说什么钱不钱的？我要是缺钱，还会被人盯上吧？杜大哥，你认不认识黑市上的人？你介绍我认识一下，我想买点东西。没问题，明天一早你到我这儿来，我们一块儿去啊。成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生逢乱世，物资才是硬道理。马甲领证了。就是啊。李玉洁，秦向东的未婚妻。哟，听说你们家被下放了？李玉洁，你可是我未婚妻，你怎么能和他？我谁要跟着你们家去下放？说不定明天你们就死在西屋了。回头，你没事吧？于阿姨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买的什么呀？我好像闻到了肉香。你这鼻子还真是比狗鼻子还灵啊！于阿姨，我是秦向东未过门的媳妇儿，还是秦玉珠的闺蜜呢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妈，玉洁是听说你手扭伤了，担心你，所以特意过来看望你的。看望我啊？空着手来看望啊？
你说你每次都踩着饭点来，也不提前说。今儿个我也没做饭，买的菜也少，就不留你了啊。这叫不多，这明显是在赶人啊！于阿姨，你就是故意欺负我！云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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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我坐下吃饭。坐下。哎，没你俩啥事儿，你俩好好吃。尤其是小茹，现在还怀着孩子，你现在呀，一张嘴吃饭2个人用，可得好好补补啊！我知道的，妈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不是，妈，你到底要闹哪样啊？我们都快要领证了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办。难办，那就不办了。我今天还看见他跟前街的刘能手挽手在百货大楼逛街。什么？他家境不好，想方设法的通过秦玉珠接近你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忍了。但是他在外伤风败俗，这是原则问题，我忍不了。当然，你要是想头戴绿帽，那我也无所谓。不是，你还是我亲妈吗？我都这样了，还说风凉话。我当然是你亲妈，但是你要是想让我安慰你的话，那我只能说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哪能没点绿？行啦，人生有肉须尽欢，吃饭吃饭。那我咋办呢？我本来都领证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凉拌呗。要我说啊，要么你就戴着绿帽把他给娶回家，这样到了冬天，你这脑瓜子也能暖和点；要么婚约作罢，这200块钱彩礼呢，就当给自己买了个教训。反正咱家也不缺这点钱。那不行，那是我2个月的工资，都给我妹买好多小裙子，我得要回来。你媳妇儿都没有了，还想着给你妹买裙子呢？你真是没救了你！吃饭。对了，秦玉珠，你们谁都不准给她送东西吃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哦，多吃点，哎，再吃块肉。顾老弟，哦，这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人，我弟妹，她要找你买点东西，你呀操个心啊，弟妹别怕，顾老弟眼睛受过伤，看不清东西，他这是认人呢。哦，啊，那你们慢慢说，我去外面等。好。我要的东西有点多，你要不要拿个笔记一下？不用，你说就行，我记得住。我要8000斤大米，6000斤白面，200斤糖，200斤盐，各种食物原料、调味料品，衣食住行所需，全都按照4人份3年的量来准备，宁滥勿缺。好，知道了。东西有点多，量也有点大，我需要时间准备。多久？如果你着急要的话，得从京市附近的黑市调货，运费你出，3日内便可以凑齐。如果你不着急的话，我着急啊，运费我出。好，按照你说的量，你要的货，大致估价1万块左右。紧急调货运费我就算你100，定金1000。3日后，货物送到你指定的地点，届时银货两讫。好，好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这账算得准吗？准，必须准。京市的定价我说了算，不准也得准。那等货到齐了，你就拉到这儿来，我带人来取。好，没问题。眼神不好还看清，是能看到星星还是蛋？你衣服崩开了。你哎，谈好了吗，弟妹？你跑什么呀？谈好了，周大哥，快走！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顾老弟他人很好的。好个屁！妈，
那我们就先去上班了。去吧，到了单位确认一下报名出国的事情。好。妈，这小妹都1天没吃饭了，要给她点饭吃吧。你找抽啊！才1天没吃饭而已，你就心疼的不得了啦？有这功夫，你就好好操心你自己吧，赶紧给我滚！哦。秦玉珠，你是我从小养大的女儿，从你说出要出国那一刻，咱们的母女情分就断了。我含辛茹苦的养你18年，自认为待你不薄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生出害人的心思。既然你心生歹念，那就别怪我冷血无情。饥寒交迫，我们母子前世受过的苦，我要让你秦玉珠也体会一番。我的空间竟然还能装活物，这个真是太省事儿了。说。我拿的剧本不对吧？为什么秦家人吃香的喝辣的时候，我却饥寒交迫的？于明香怎么知道我生了歹念，还对我拳打脚踢？哎呀，这反派真是狗都不做呀！妈，我这200块钱彩礼钱给你拿回来了，还真让你给说着了。我在那百货大楼就看见了李玉洁和刘能的手牵着手，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对着刘能就是一群暴揍，然后我就把他们2个一起逮去了玉洁家，这才把钱给拿回来。行啊，还不算是地主家的傻儿子。回来啦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跟魏博出国深造的事情，怕是去不成，因为我娘家的成分问题，背调没通过，被卡了回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别难过。我本来呢是想让你们俩出去避避，怕小茹你怀着孕跟着我们吃苦受累，现在看来怕是行不通了。不过还好，我昨晚下单的物资是4人份的，但是大儿媳一个孕妇留下，需要准备的东西就更多了点儿。避避，妈，你让大哥他们出国避什么呀？是啊，妈，你最近好奇怪啊，每天早出晚归，饭都是从外面买回来，顿顿这么吃，咱们家不过啊。而且你还打了妹妹，还把妹妹关起来，你以前可最疼妹妹了。妈，这一切都太反常了，你该不会被什么脏东西给附身了吧你？还附身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你说的都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那我就跟你们直说了吧，咱家被人盯上，说不定过几天就要被下放了。什么？放心吧，有妈在呢，妈总能护住你们。前世我之所以没能护住孩子，是因为事出太突然了，可这一世时间足够了。妈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那些人上门就跟土匪过境似的，很吓人的。我知道，放心吧，妈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妈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你们赵姨不是在报名点工作吗？明天我就去找她。下放是不可能下放，只要我们下乡的速度足够快，谁都别想下放咱们。这下乡知青和下放老九那完全是2种待遇，只要咱们主动下乡，那就是咱觉悟高，等到将来回城，那也是咱们履历镀金。下乡地点就定在东北白山脚下的河道村，我带你们。
去找你们的亲妹妹。什么？亲妹妹？玉珠不就是我们的亲妹妹吗？她是假的，你们的亲妹妹早在20年前就被调了包。是我当年接触的那户人家偷偷调换了你们的亲妹妹，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，却留你们的亲妹妹在乡下里吃苦。你们想要帮她的时候，先想想你们自己的亲妹妹，她现在正在穷乡僻壤的乡下吃苦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被人家当牛马使唤。妈，你又要出门啊？你要跟着一起吗？行，一起。那走。就这一块，开挖。好。妈，没想到咱家这藏了这么多好东西啊！你去外边给我守着，我再找个地方把它们埋起来。妈，我们才刚挖出来，怎么又要埋起来了？你懂什么？我就是要制造一种这个院子被倒腾过的假象，懂不懂？行，那妈你先藏着，我去帮他给你守着。去吧。收。这么快？你以为老娘跟你似的，干什么都磨磨唧唧的？走，去下个地方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进去买点东西。货还没备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凑近你也能认出我啊？身形、脚步能大致判断。我想再要一些东西。你说。就是一些活禽和肉，肉要1整头猪，还有鸡、鸭、鱼、羊这些，每样都要一些。活禽的话，只要你能找来，我都要1公1母。活禽还要挑公母，活禽还要挑公母。对。野猪你要不要？也是活的，我能给你猎来1公1母。哎呀，不要，我不要野猪。野猪的獠牙那么长，动不动就顶死人。那东西入侵空间，我还要不要活了？我要那些活禽是养来吃的，不是要用来要命的。行，那我找人给你挑鲜活的，不要命的活禽，明日给你送到你指定的院子里。成。对了，你再帮我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品。行，没问题。空间里面能装活物，有公有母，繁衍后代，就不缺肉吃了。回头再装上药品和金条，就什么都不缺了。一切准备就绪。物资准备齐了，下面要解决这个毒妇了。秦玉珠，家里马上就要出大事儿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嫁人，要么跟着我们去乡下吃苦，你自己选。终于到我知道的剧本了，秦家要被割成臭老九，下放到穷乡僻壤当牛做马去了。嫁人，我选择嫁人，我才不要跟着这家子烂人去乡下受苦，我要嫁人留在京师，继续吃香的喝辣的。好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该把秦玉珠嫁给谁呢？哎，于婶子在家呢？哎，玉珠妹妹呢？
这几天怎么没见到玉珠妹妹出来啊？来的正好，京市最衣冠禽兽的流氓，跟秦玉珠这个毒妇绝配。喜欢玉珠啊？喜欢啊，我这不喜欢，我是天天来盯着她干嘛？喜欢你直接娶走啊！正好玉珠说她想结婚了，前世秦玉珠不是找地痞玷污了我的亲生女儿吗？今生我就把她嫁给吴勇这个地痞，让她也体会一下被地痞糟蹋的感觉。真的，玉仙子，你没骗我吧？这玉珠她愿意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玉珠要不点头说想结婚，我还能包办婚姻不成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我可不会犯这种错误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玉珠要是愿意嫁给我呀，那就真是太好了。哎，什么时候能娶啊？现在就能娶，不过你得在中午之前给我送来880的彩礼。880？你怎么不去抢呢？别人家娶媳妇顶破了天120，怎么到你这叫880了啊？你这不是卖闺女的吗？你才卖闺女呢！我家玉珠长这么好看，还是高中生，我含辛茹苦养她18年，要你点彩礼怎么了？一家女百家求，你不愿意，有的是人哎，愿意，愿意，不就是880的彩礼吗？我就去回家凑去。好，你现在送来彩礼，我马上带你们去领证。好，一言为定啊！我就去回家找我妈去啊！一言为定啊！毒妇配地痞，还能捞一笔。好饿，好渴，别人传说都有女主光环，全都混得风生水起，为什么就我那么悲催啊？于明香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早晚都要报复回来，我要你全家不得好死！彩礼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880，一分不少。于大妹子，你当真愿意把女儿嫁给我儿子？为啥不愿意啊？我家这个混账儿子终于有媳妇儿了。哎呀，玉珠当真有福了，我儿子特别疼媳妇儿，我也会对玉珠言听计从。成，那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把秦玉珠叫出来，这就带他们去结婚登记啊！好。秦玉珠，我给你找的结婚对象就在隔壁等着，叫吴勇，你还记得？什么吴勇？我又不是原主，怎么可能记得？看样子这个传说的贱人根本记忆不全，不知道吴勇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不知道好啊！等下领证的时候绝对不会出乱子。秦玉珠，结婚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要是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。不，我不后悔。好，不管这个恶毒女人要让我嫁给什么样的男人，我都不后悔。我一定要留在城里。走吧，现在带你去登记。放开我，自己会走。玉珠妹妹，这，哎呀，咋弄成这样？哎呦，嗨，树不捆不成材，谁家孩子不听话不得挨训呢？户口本带了吗？带了的话，咱们这就去登记。带了。这姓于的对女儿可真够狠的，那我这个当婆婆的往后也能好好欺负欺负。走吧。哎。你们是自愿的吗？啊，是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相爱很久了。
是我们是自愿的。同志，既然他们已经结婚了，那就麻烦直接把他的户口迁到吴家吧。好，好，哎呀，可太好了，亲家母，你可真明事理呀！四老太婆，以后我就不是你秦家的人了，我就自由了。总算是把秦玉珠这个毒妇给清出去了。不过下乡的日期未定，万一秦玉珠作妖怎么办？还是再把她关在家里看着比较放心。亲家，就让她在我家再住几天，过2天你们再接她走。好。哎，别呀，别！哎，看到没？你丈母娘对你媳妇儿都那样了，你以后啊就放心大胆的走。花了老子那么多的钱，这结婚后我得都让他给撞回来。对，于明香，你马上就嫁人享福去了，我看你还怎么折磨我！你给我等着！秦玉珠，嫁人后好好享福，恶人还需恶人，以后你的好日子还多着呢。你叫什么？羽毛鹏。羽毛鹏。秀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个刮风下雨都不耽误工作的铁娘子，竟然没有去上班？你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要是不舒服，我请假陪你去医院。我没有不舒服，瞧把你给担心的。我这不是看你整日为了下乡的名额发愁，都恨不得上街去抓杜尚丁了。特地呀，过来给你送温暖来了。送什么温暖？我这里温暖你可送不了，赶紧从哪来给我回哪去。谁说我送不了？我是替我全家来报名下乡的。啥？不行不行，你可是我好姐妹。哎呀，下乡多苦啊！你在京市过惯了好日子，下乡的日子你适应不了。娟儿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现在的女儿不是亲生的，我必须下乡到白山脚下的河道村，找回我的亲生女儿。可是你毕竟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你准备怎么办？白眼狼是喂不熟的，还不如把她早点嫁掉，我还能赚点钱。你真的确定要下乡了吗？是，我要找回我的亲生女儿。下乡日子是3日后，地点是河道村，登记好了。这是补贴的钱。对了，最近的世道不太平，你男人不是应酬多，经常要出去吃饭吗？管着点，最近别让他出去了。前世就是最近几天，赵秀娟的男人出去吃饭，遇到了喝酒打架的，上去拉架却被打成了重伤，瘫痪在了床上。这么可怕？那我记住了，最近几天坚决不让我家老王出门。一定要记住了啊！放心。还有，革委会主任魏建安家的情况，你了解吗？你可小心点儿，他经常滥用职权，看谁不爽，抓住把柄就扣帽子，你可别惹上他了。前世我们家就是被魏建安下放，魏建安横行霸道，以权谋私，再加上秦玉珠那个白眼狼，贪了我们全部的家产。今生，不管是秦玉珠还是魏建安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下乡的事儿我已经报过名了，时间是3天后。3天后就下乡，那我们今天就不去单位了，正好在家收拾收拾东西。正好我准备了一些东西，
待会儿吃完饭，你们分几个包裹，给小鹿他爸妈寄过去。妈，谢谢你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说什么谢不谢的？这以后咱们到了乡下，你再想往家里寄东西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给邻居了一些钱，以后他们也能帮忙照应着。哎，这怎么还哭起来了？老大。啊，对了，你们今天不是去单位报备过了吗？怎么说？哦，我们跟蔡院长报备过，本来还担心他不会同意，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。他还说现在形势不太好，我们主动下乡建设国家是好事儿。那就好。秦玉珠已经跟那个吴勇领证结婚了。什么？吴勇？不，妈，你说那个地痞流氓？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让妹妹嫁给那样的混蛋呢？闭嘴！我没疯。还有秦玉珠不是你妹，她就是个鸠占鹊巢的骗子。不是，可是调换孩子是他爸妈做的事儿，他那个时候刚出生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不是他的错，妈，你不能把这都撒他的身上吧？他是无辜的嘛。无辜？你竟然告诉我既得利益者无辜？秦香多，我告诉你，他一点都不无辜。妈，给我坐下。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他老子犯下的错，他顶缸受过那是理所应当。反正他们现在结婚证已经领了，户口也迁了，3天后吴勇就会过来接人。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，你现在说什么都不管。兰儿，跟我去取点东西。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你去不去？等，妈，我去。向东，你别怪妈心狠。要是咱们一家人都出了事，你舅舅就会把家产给秦玉珠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像他这种利益熏心的人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妈是怕他祸害了咱们全家呀。妈，我懂，但玉珠她不是那样的人。人心隔肚皮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既然他跟咱们家不是一条心，那咱们以后就远着些，全当不认识他这个人，成吗？停！向东，那几个地方埋着东西，你先挖着，我去找新姑娘拿东西。好，悄悄的啊。沈子，顾叔今儿有事没过来，您昨天订的肉和家禽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都新鲜着呢。顾叔说了，明天那批大货他亲自拉过来，到时候沈子你一块结账就行。成，那个总盯着别人胸瞧的色胚，巴不得和他少打交道呢。沈子，我们还得进货，就先走了。你找人搬吧。行，这个你们拿去买烟抽。谢沈子。上。有了这些活禽，以后就吃喝不愁了。儿子，妈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看，儿子，把这些都搬上车，妈带你去干件大事。好。妈，怎么这不偷东西吗？什么呀？
咱们这是行侠仗义、劫富济贫。这院子里藏的都是姓魏的搜过来的不义之财，咱们替他捐了，就当是替他们赎罪了。是。看看，走。二三，先把这些东西带出去，我再去找找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值钱的。哦。是。这院子明天我就捐了，还想再白住？做梦去吧！我等着你事情败露、伏法被抓的那天。去研究所直接捐了，咱这就叫做替天行道。好。妈，这些东西我们真的全都要捐出去啊！这除了他们两家，还有不少咱们祖宅的东西。捐，为国家做贡献，我们义不容辞。不止这些，我还带了些许院子的房契，还有那些金银财宝。哎，这些大部分都是从魏家搜刮出来的，捐了我也不行。妈，这是文物、黄金和房契，你是真舍得，这么一捐，咱们家产都捐没了。二儿子肯定以为我捐出了全部家底，可是事实上，我的傻儿子对秦余两家的家底一无所知，两家祖祖辈辈的古董珍藏多着呢，都放在我的空间里，个个都是无价。大妹子，这些你们真的要捐？对，我们就要下乡了，这些东西也带不走，我们就想着全都捐给所里，希望能对国家的栋梁之才有所帮助。哎呀，衷心的感谢你们呀！感谢你们在下乡前夕把家产捐给我们，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！我们的科研事业一定能够顺利的推进，能够为国家的科研世界做贡献，我们也算是心满意足了。有了这笔钱，蔡院长的科研团队在物资上肯定会充足许多，到时候也会保住这些国家的真正人才。蔡院长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走吧。一直知道秦研究员家里差钱，可是却没想到他家竟然这么有钱。蔡院长，这谁的呀？领导，这都是秦家捐的。什么？这秦家主动要求下乡，还捐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这觉悟是真的高啊！我们要开一个表彰大会，好好的表扬一下。领导，他们不要表彰。那不行，我们不能白拿人家东西。他们捐了所有的东西，还主动要求下乡，这份觉悟与奉献精神，组织和人民不能忘啊！我要去给他们申请表彰。真的？咱妈真的把所有的钱都捐给研究所了啊？都捐了。咱们研究的项目正缺资金，妈捐了也好，树大招风，把钱捐出去，不仅能解决咱们所里的资金问题，咱们心里也踏实。咱妈的觉悟真是太高了，太好了，这下所里的研究就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了。媳妇儿，你真好，换成别人家的婆婆这么干，当媳妇儿的早闹了。闹什么闹啊？那是咱妈的觉悟高，钱花在咱们的科研事业上，总比便宜旁人要来的强。你赶紧去把我们两口子存的钱都取出来。咱妈捐了家底，又给了我娘家钱，估计手里应该没有什么钱了。以后的日子啊，咱们养着咱妈。我的傻儿媳，你对妈有多少钱啊？一无所知。钱呢？你呢？面呢？哪个天上的小偷偷光了我的家？全他妈给我偷光了！可是我工作油水太多，被盯上了。是没事儿，
老子这个家被偷光，老子还有别的院子。哥，所有的院子都被搬空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子在歌舞会干了这么多年，没得下这点家当，全都被搬空了。哪个天杀的小毛贼，别让我逮到你！老子逮到你就生吞活剥了你！你是要生吞活剥了谁呀？怎么黑着个脸？你这是不欢迎我呀？还是觉得给我的孝敬太多了，在这儿给我脸色呢？领导，往哪儿赶呢？我这是家里遇到烦心事儿了。遇到事儿？你家出什么事儿？你家遇到了什么事儿？家被偷了，领导，我这些年攒的这点家底儿啊，都被偷光了。你没报案吧？没，那我哪敢呐？没有就好，收起你这苦瓜脸，不就丢了点东西吗？多大点个事儿啊！回头从别处给你找补回来。领导，从哪儿找补？王府巷秦家，你不是早就盯上他们那个筒子巷的大四合院了吗？那个院子归你了，收出来的文玩古董记得上交，办得漂亮点，去办吧。好嘞，领导，你就瞧好吧。昨晚老二跟着我忙了一宿，今天就不用跟着我出去了。我去黑市取一下货，然后想办法找人送到东北去。你们不用担心，这2天呢，你们就在家好好的休息，等到后天咱们就出发去找你们的亲妹妹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来，放这儿，慢点儿，搭到手来。你们就这么大张旗鼓招摇过市啊？这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该不会认为干我们这行的，我们上面没人吧？虽然我上面确实没人，可是我真不怕。想想也是，能在黑市只手遮天，这男人背后肯定有人罩着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来，拿着。辛苦了，哥几个。小刀，纸门给我收上。好嘞。你要的货都齐了啊，积压额都在笼子里。这批货的货款是10063，加上运费，加上昨天的货，一共是11740。你看你是用现金还是用金条结款？一半一半吧。现在的金价大概是1克35块2，4两200克，正好够。总算搞定了，手里有粮，心中不慌。我要走了，以后你再去黑市买东西，就找小套。我娘要死了，我得回去娶媳妇儿。这说恭喜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啊，人家娘都快死了，就算娶了媳妇儿，不对，这男人好不孝，自己的娘都快死了，他还说的这么平淡。我娘每年都要死上那么几回的。那恭
恭喜！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这批货你早点找人搬走，千万别让人看见了啊！好，走了。收。这可都是好东西，是我们一家接下来几年下乡生活的保障啊！横祸大业终于完成了。胡说，这婶子有古怪，这仓库位于巷子尾，平时没有人进出才对。可是我昨天送的货却不在了。也许他有别的办法呢，咱们没注意，顾客的事情，咱还是别管太多啊。他有没有办法我不确定，顾叔还不确定呢。这京市街头巷尾，哪里有个老鼠洞，顾叔不都一清二楚吗？行了，别打听了。哎，我东西落在仓库了，跟我回去取下。行。货呢？我的货呢？怎么全都不见了？怎么全都不见了？没了！这么多货物，怎么一会儿就不翼而飞了？难道是异能局的人？异能局的人囤这么多货干嘛呀？谁还敢动他们不成？杜大哥，先喝点茶。好，明天你们就要下乡了，我今天过来看看你们还缺点什么。革委会那边我已经找人盯着去了，今天听说革委会就收到了举报你们的信。是吗？就是魏建安那个狗东西找人举报的你们，这个喂不出的白眼狼，缺了大德的玩意儿。前天他家里被偷了个精光，真是老天开眼呐！你们等着瞧，你们前脚走后，后脚我就让他好看。杜大哥，别脏了你的手。哎，这种小事儿怎么会脏了我的手？你放心，这种事儿我驾轻就熟。反倒是你们，这明天是几点的车呀？这还差点什么？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放心吧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们早点休息。行，那我送你。弟妹，留步。慢走啊，杜大哥。好。举报信的事儿还是发生了，幸好明天一早我们一家人就要下乡了，到时候就算革委会的人找过来，也早已经人去院空。哪怕他们对这事死咬着不放，明面上我也已经把我的所有家产都捐给了研究所。革委会上门了，可是今生不一样了，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你们能奈我何？玉珠，玉珠妹妹，玉婶子，不是你叫我今天来接玉珠妹妹的吗？怎么还打人呢？我让你一早来接人，没让你砸门，个拎不清的废土，你找胆！我这不是等不及了吗？敲门就没收住力气。在这等着，我去叫人。玉珠，这婶子，这咋还给绑着呢？人接到了就赶紧滚，再耽搁一会儿，他二哥可就出来了。妈，刚谁来了？敲门敲这么大声。我如果说没有人，你信吗？妈，你把我当3岁小孩是吧？还不如3岁小孩呢。3岁小孩好骗。是吴勇，刚过来把秦玉珠接走了。什么？你干什么去？当然是把玉珠给抢回来啊！妈，
虽然她不是我们的亲妹妹，但好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她被吴勇那样的地痞给糟蹋了。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了？秦玉珠就是个祸害，人都走了还留乱子。妈，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，但那是你的个人揣测，不是？你说他闹着要出国，你打也打了，你关也关，你再大的气也该消了吧？除此之外，他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。妈，就让我和我哥把他给抢回来吧。你也是这么想的？妈，你说不让我们和他亲近，我们不和他亲近就是。但是吴勇实在不是什么良配啊。感情这家里就我一个恶人是吧？你们不是想去把人抢回来吗？那就去抢，别耽误了下乡知青集合就抢。谢谢妈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知道轻重吗？还抢回来？你们当吴勇是省油的灯不成？这便宜妹妹注定要自作自受了。妈，真的就让他们这么去了？万一他们真的把人抢回来怎么办？抢回来？老大手里有钱吗？没有，我们夫妻的钱都在我这呢。那不，放心吧，他们抢不回来一点。你们俩不是去抢人了吗？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刚俩人还雄赳赳气昂昂的要去抢人，现在跟霜打的茄子似的蔫巴了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展开说说。妈，你别问了。好奇害死猫，怎么？你想害死你老娘啊？快说！我们赶到了吴勇家，都专门进去了。他们就没跑回床上了。妹妹，谁是你妹妹？给我滚出去！你对，我们继续。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他不是个省油的灯吧，你们还不信？现在信了吧？你们还说人家吴勇家是火坑，人家还觉得那是个富贵窝呢，还想让人家跟着咱们下乡去吃苦，活该你吧！行啦，咱们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，咱们下乡。好。下乡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乡下不如城里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滚开！哎呦，这谁呀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走路不看人，低着头。魏建安，是魏建安，前世带着人抄了我家，把我抓走的人。谁是于明香？我们接到举报，你的大哥人在国外，我们怀疑你通敌，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魏主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于明香是我们这批下乡的知青，他们全家主动报名，是我们下乡登记处准备大肆宣传的模范，他不可能通敌的。通不通敌啊？你说了可不算，这得我们回去调查之后才知道。前世魏建安带着人去家里抓我们的时候，孩子们被人打得满身是伤。今生绝不能让前世的悲剧再次重演。带走。没事，有妈在，你们别担心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没有通敌，我不但没有通敌，我还捐了全部家产，主动报名下乡。我还捐了所有家产，主动报名下乡。你说什么？你把全部家产都捐了？你捐给谁了？于明香如果把家产捐了，那我岂不是白忙活了？上面也没办法交差呀，他一定是编的。研究所，我的家产全都捐给了研究所。不可能！研究所是什么地方？
研究所绝对不会介入任何新的私人决策。你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，连这种福你都敢撒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带回去！妈，别动我妈！老大、老二，没事，你们不要担心我，你们正好小茹啊，照顾好小茹。你们都围着干什么呢？都给我散开！你是什么人？我们这居委会办事儿，闲人。我们是领导秘书办的。哈哈哈哈！领导秘书办同志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于明香，谁是于明香？找我的？领导秘书办的人找我，不应该啊！于明香这个贱人，竟然惊动了领导秘书办的人，让你把全部家产都捐，我得不到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就是于明香。于同志，原来您就是于同志啊！于同志您好，我是领导秘书办的李炳文，我此次前来是代表组织和领导，感谢您对科研所的无偿捐助和对组织工作的大力支持的。哎，积善人家庆有余，行得门第福无疆。于同志啊，这是领导让我亲自转交给您的亲笔提名，请您收下。领导竟然送了一张保命符，有这幅字在，以后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没人再敢把我打成臭老九了。我也没做什么，感谢领导和组织的信任，我一定会报效祖国。于同志，于同志，好，于同志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？你要有的话就尽管告诉我。我们此来一来是代表组织和领导来感谢你，二来是给你们全家送行的，你们都是组织的好同志啊。李同志，我怀疑魏建安和境外势力有染。你，李同志，你也看到，魏建安他要抓我。而他抓我的名义是因为我哥在国外，他怀疑我通敌，但我哥在国外一直做的都是正经的外贸生意，而他一直针对我们家，我怀疑他是想将我家的祖传古董据为己有。这几件古董乃秦家祖辈珍藏，前日我已经将它们一并捐给了研究所。李同志，涉及珍贵古董，我希望你们对此事展开调查。李同志，你别听他瞎胡说，我抓他那是因为有群众举报，我是公事公办。是不是公事公办？带回去调查一下就知道了。带走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什么？于同志，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。哼，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，没有耽误您接下来的行程吧？不耽误，不耽误。我们是9点半的火车，这儿离车站近，还来得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谢谢李同志。哎，一路顺风啊！谢谢师傅。微博，你赶紧掐我一下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再掐，你的手都红了。放心吧，这不是在做梦。我们已经到东北了，说不定马上就能见到妹妹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妈，我们到底捐了多少？除了那几个不可估价的古董外，也就上百万吧。也就上百万。妈，你跟我们说句实话，你捐出去那些，是不是咱们的全部家底儿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捐的是全部家产？哥，你对我们的家产简直是一无所知。笑什么笑？可显着你知道的多是吧？媳妇儿，咱们啊把小金库看好，这妈咱不养了。我指望你俩养家呀？你们俩那点工资，每个月大部分都贴到科研项目上，恐怕你们这存款连500块都没有吧？指望你们养，我还不如站在这儿喝西北风呢。别，还有是，哎，
给老娘站住，看老娘打不死你！娘，我就是眼有点瞎，我又不是傻，我能站那让你打呀？你个瘪犊子呀！3个了，回来半天功夫，媒婆都带你相看了3个女人，你就1个都没相中吗？没有，我虽然没有相中，但是我治好了你的病啊，娘！你看看你现在多生龙活虎啊，都能满院子追着我打了。我打死你个瘪犊子！哎呀，顾观海呀，你都40多岁的人了，还有脸挑媳妇？你以为你是20郎当岁的健全小伙呢？我再瞎了吧唧的，娘，你也不能给我找先天痴呆、后天瘸腿的呀！痴呆咋了？瘸腿咋了？痴呆呀，人家不嫌你瞎；瘸腿呀，人家不追着你满街跑。哎呀！如果我老娘给我找个余明香那样的，没准我就答应了。你是于医生吧？18年前来我们村里做卫生宣教的于医生。是我就是于明香，18年前确实来过咱河道村做卫生宣传。你是村长？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我就说看得像，没想到真的是于医生你呀！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于医生你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，还是这么年轻，年轻的我刚才都不敢认了。生怕认错人了。村长，你这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村长，您这身子骨看着也硬朗的很呐。硬朗，硬朗，老汉我硬朗的很着。于医生，你真跟我们村有缘，年轻时就来过我们村，现如今又到我们村里做知青，这往后啊，我们就是一个村里人了。是啊，村长，当年我借住的那户人家，他们女儿叫什么呀？哦，你说的是萱草吧？你当年借住在铁柱他们家，铁柱媳妇跟你前后脚生了个女儿，这名字还是你帮他们取的，你忘了？萱草，那孩子现在过得好吗？好什么好？要不说同人不同命啊！你女儿有你这样的娘，从小就跟着你回城里过好日子去了。哎呀，赵铁柱这两口子黑心烂肺的，就不配当人父母。萱草这小丫头命苦啊，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，还经常挨打，托生到这样的人家，真是倒了血霉了。让他们这样对孩子，你们这些邻里街坊的就不管管吗？管，当然管，可你管得了一生，你管不了她一辈子呀。以前我们看着小丫头饿了狠了，也偷摸的给她塞点吃的，可这一转头，这吃的就被她大哥抢了去，没办法管呀，这都是命呀。太可恶了，这真的是太可恶了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孩子呢？别气别气，现在好了，萱草这丫头过上好日子了。这话怎么说？她去随军了。什么？什么？随军？他去随军了？对，去随军了。去年萱草救了隔壁村的季罗锅夫妇，这夫妇俩为了感激他，就花了高价彩礼，定萱草给他们部队当兵的儿子当了媳妇儿。这不，前段时间就送萱草去部队了。那季罗锅家的儿子是不是叫季子琛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村长，你忘了，当年我也去过他们隔壁村，当时那孩子都已经5、6岁了。对对，瞧我这记性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当年于医生挨村做卫生宣教来着。上一世的季子琛成熟稳重，事业有成，秦玉珠死缠烂打，季子琛都不为所动，而他拒绝秦玉珠，就是依旧惦念亡妻，所以季子琛的亡妻是萱草。那萱草和季子琛就是天命良缘，这种时候任何变故可能都会引发连锁反应，所以我就在乡下等着女儿归来。今生有我在，我定会护好女儿。村长，我想在咱们村另个院子，或者是买块地盖个院子也成。
你们的户口啊都已经迁到村里面了，正好村里闲着2套院子，都是村里人自家盖的，闲下来没人住。你们要是愿意啊，倒是可以买下来。愿意，我愿意。那村长，麻烦您带我们过去看一看。好啊，好啊，那走吧。走。于医生，你看这个院子在上游，上游水源干净，日常用水也方便，而且四下无邻，回头吃香的喝辣的，也不至于惹人眼红。村长，我想买下这个院子。可以啊。这个院子主人叫九蒙子，他想卖450，要是你出得起钱的话，我这就带你们去大队部写个契书，等下你就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直接搬过来了。好，那走吧。哎，房子也买好了，这3天咱们抓紧把院子打扫出来，以后这儿就是咱的新家了。妈，这里挺好的。女儿随军去和未婚夫培养感情了，我手握空间囤货，和3个孩子下乡到这里，一不用挨批斗，二不用睡牛棚，还有一套属于我们的大院子，我只管安心等女儿回来就行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的院子里？我幻听了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认出我啊？我在黑市上给你买过东西。好巧，又见面了。巧什么巧？你不是说回老家娶媳妇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男人该不会是在跟踪我吧？我在这儿很奇怪吗？这就是我家呀。你是户主啊？不是，我姓顾，叫顾观海。啊，那这就是我的院子，我刚花钱买的。哎，巧了，这也是我的院子，我也是刚花钱买的。嘿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院子就是九蒙子闲置的院子？九蒙子找老村长找买家，你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你直接找九蒙子买的，而我是找村长买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你去找九蒙子把钱退了，这是我的院子。凭什么？这也是我正经买下的院子，我也是花了钱写了契书的。你不是这村子土生土长的人吗？你想买个什么样的院子没有啊？再说了，你生意做那么大，这看着也不像没钱的样子。或者你再重新盖个院子也行啊，为什么非得跟我抢啊？盖院子不得花时间啊！我娘把我打出门了，我现在正无家可归呢。被老娘打出家门是多光彩的事儿不成？这男人还好意思拿出来说？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让村长来评理。村长，就是他。村长，说呀，你看这事弄的，要不你俩商量商量，谁不买我的房子，钱我退，一分不少。不对，喂，王海，你都让一让，人家一个妇女拖家带口不容易。叔啊，我也不容易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眼睛本来就不好使，况且我娘那烧火棍打人可疼了，我可不敢回去住。家丧偶多年不容易，你体谅体谅。丧偶？那我有机会了。这个院子我要定了。这女人死咬着院子不放，肯定是打算在乡下关起门来吃香的喝辣的，过逍遥日子。顾观海，我记得你以前没这么难讲话呀。叔，那你可能记错了，我可难讲话了。女医生，他是个混球，别跟他计较。你把房退了？不退。村里还有一套闲置的院子，要不去看看？
不去。这，要不你们凑合一下，一起住呢？还有这好事儿？是这样的，这套院子是前后2进的大院子。当初九蒙子盖的时候，本打算着回头儿子成家，他们老2口搬过来跟儿子一起住。如今呢，你们一个住前院，一个住后院，绝对住得下。不行不行，这多不方便啊！我一个拖家带口的寡妇，顾观海一个老光棍儿，这要是住在一起，过不了多久，村里就会流言满天飞。我可不想跟这个男人扯上关系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对吧，叔？对，这家伙在外面忙得很，要不是他娘闹死闹活，他都不会回来。回来他也住不了几天。村中间的房子不好，盖新房又需要时间，等不起。这狗男人在外面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肯定不能撒手不管。他要是走了，那院子就还是我们一家独住。行吧行吧，那就一块住吧。行了，那你赶紧把钱退了吧。凭啥是我退，不是你退啊？因为我买的便宜啊。行了，别看了，你口中的九蒙子，那是我叔，我亲叔。这男人看起来比顾观海大不了多少，他竟然是他叔啊！对对对，我爹是他爷，我是他亲叔。要不是他不好好相亲，被我大嫂子打出来，我的房子本来打算给他白住的，他非要买。行了，叔，你赶紧把钱退给人家吧，啊！行了，别数了。来，这钱你拿着。那你们好好相处，我们先走了。嗯。那这现在怎么算啊？这院子到底算你的我的？管他谁的，先住着就行了。不行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这钱你拿着，你把你叔那亲娘家给补上，这院子全当我买的。至于你，反正你也住不了几天，就当我让你白住了。你只囤了3年的货，也住不了几年。你买院子干嘛？有的住就行了呗。确实只囤了3年的货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距离知青回城还有5年时间。5年的货量太大，太打眼了，所以没买那么多。妈，我们一起住，我怎么一起住啊？这是一座2进的院子，前院堂屋的西边夹角可以通往后院，东边夹角是茅房，前后院通用。我就住前院啊。厨房在前院，如果他住前院的话，那我们一家以后做饭什么的会很不方便。你们住后院，后院房间多，适合你们住。行吧，那就先这样分配吧。没有床啊，我得去村里找木匠买几张床。这床是？这床是从邻居家借的，都是旧床，你们就将就住几天，别嫌弃啊。那可真是谢谢你啊！哎，感谢不能从嘴上光说说吧。床我来擦，你去做饭。好。吃饭啦！你不生气，不生气。他帮着借床了，他帮着借床了。来，快坐，别客气啊。我们是不客气，你是真不客气。坐下吃吧。咱们这都前后院住着，这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。
什么客气不客气的，都吃饭，快吃饭啊！谁和你是一家人？如果不是情非得已，我巴不得离你800里。妈，你这饭是做的越来越有味儿了。好吃啊！来，那你就多吃点儿，不够了，锅里还有呢啊！等我一下啊！你俩的。哎，我的呢？哎，我的呢？这人的脸皮还真是厚的可以。我也要喝。刚才这女人在厨房弄水的动静可不是这样的，可是这碗水明显就是白糖水呀。喝吧，甜的，放了糖的。行了，我来收拾吧。你们今天赶了一天车，辛苦了，早点歇歇。哎，好吧，走。哎，妈，前面那男人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我们以后都要跟他住一起吗？先就那么住着吧，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。妈，白天我还想打听一下妹妹的事儿，怎么你就拦着我不让我打听了呀？你妹不是去随军了吗？有季子琛那样的父母言传身教，我相信季子琛应该也不差。我想再看看。走吧。随军，季子琛，他的女儿是萱草。可是萱草是村子里土生土长的姑娘，怎么可能是他女儿呢？接京师。原以为于明香是异能局的人，没想到他竟是异能局的漏网之鱼。18年前，他竟然出任务来过河道村。他的女儿也是在河道村出生的。他临下乡前还捐给了研究所上百万家产，获得了领导的表彰。顾同志，是你们村新来的知青有问题吗？哦，没有，他好得很。异能局那群刺头手眼通天，他既然能逃过他们的法眼，那他可就是我的了。走了啊！好，您慢走。镇长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每次来您都还是个妖？不该打听的少打听啊！你只要记住了，以后只要他来，你把态度放空一点就行了。天妒英才，他本是镇上的无上荣光，没想到眼睛却受了伤，如今依旧是镇上的荣光。镇长是镇上最大的官，可是镇长对那个每年来2、3回的男人却是那个态度。不行，得找人打听打听，万一那人是个厉害的，说不定能沾沾光。臭小子，你给我过来！哎，疼！娘轻点，疼！我拎着就是你，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！哎，娘，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你还有
脸说呀！我可都听说了啊！你拿着小说把个院子卖给了于知青，还死皮赖脸跟人家一起住了进去。哎呀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！人家于知青是什么人呀？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文化有文化，他能看上你这种货色？你真是死皮赖脸，还跟他住一起！老娘我呀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？我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？还不明显呀！你那点坏心思，外人看不出来，我这个当老娘的能看不出来吗？你整天在外面狼窜，一年半载的都不回家一趟，村里的事除了铁柱那可怜丫头，你管过啥呀？你恨不得啥事都不沾边，啥人都不挨。哈，现在倒好了啊，还贴湖上的于知青一家。就你那点心思，你以为老娘我看不出来呀？老娘我告诉你，老娘的眼睛就是尺，你看你个分毫不差。娘，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，那你赶紧放我走，别耽误我追媳妇儿。你还有脸说呀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那副德行。于知青是什么样的人才啊？他可是受过领导表彰的人，你能配得上人家吗？等会儿，娘，他受过领导表彰这个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村里都传遍了呀，好些人呐都上他们家去看领导亲笔呢，连外村的人都惊动了。这么大的事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娘，我先走了啊，我先走了。我还没说完，你个瘪犊子，你给我回来！有空来玩啊！这时候也不早了，你看这，是吧？你们这都挤在这干什么？出工的时间到了，你们不去地里干活，难道等着天上掉粮食不成？天上掉不下来粮食，你能掉不就行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滚，这就滚！赶紧的，别等着家发火。你忘了，他发起火来把赵铁柱打了3天下来还床上事儿了。你打过赵铁柱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他欠揍呗。打赵铁柱，那是因为赵铁柱没个当爹的样子，虐待女儿。可是，既然萱草可能是这个女人的亲生女儿，那就不便拿出来说了，说出来跟邀功似的。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端碗水。好。这动静儿，对了，和他给女儿弄水的时候相似。给。这水甘甜可口，和昨晚喝的截然不同。这是蜂蜜水，加了土蜂蜜的蜂蜜水。这蜂蜜水真好喝。他以为我没喝过蜂蜜水骗我。行，那我就当我自己没喝过吧，他开心就好。沙粒，比沙粒还细微的颗粒。多年前我打仗被炸弹弄瞎了眼睛，所有的医生都说我的眼睛治不好了。可是现在为什么我眼中的沙粒竟然排出了一些？我能看到更远了。为什么？
是因为那碗水，是那个女人。她果然是异能局漏掉的大鱼。看来她的身上藏着不少秘密呢。我本来只是单纯的看上了她的人，可是现在却发现了她那么多秘密。如果再追着她不放，是不是有些太功利了呀？嫂子，听说你们家是个表商呀？我知道你们来河道村后啊，绝口不提这事，就是不太想引人注意。可是啊，我想去拦的时候，全村人都知道了。那我还真是谢谢你啊！哎，快饭点了，要不一起留下来吃？饭点了，大妹子，我就不耽误你回家吃饭了啊！妹子好走。那好吧。不送啊！妈，这人来都来了，这种饭点你不叫人家留下吃个饭，多没礼貌！吃什么饭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其道，背后道人非，绝非君子。他本来就是打着蹭饭的心思来的，你开口邀请他，正中他的下怀。哦，人家是来蹭饭的，那你呢？哎，我可不是来蹭饭的啊！这就一个厨房，饭桌也只有一张，那你们用了，我用啥呀？我总不能饿死吧？我这求生本能。再说了，我又不白吃，我付钱。我不差钱儿，把这钱拿回去孝敬你老娘，她饿不死你。那你可说错了啊！我娘要是能用钱摆平，我早就摆平了。这不是摆不平吗？那是给我盛的饭，我的。一顿饭10块。行，没问题。哼，一个月才900块，这么划算。他捐给研究所的钱，一半都到我手里了，吃得起。黑市这么好赚吗？这男人竟然这么有钱！吃饭吃饭。又变成普通的糖水了。这女人果然不好追。听说了吗？秦家呀捐了好多钱，连领导都惊动了，还呀亲笔赐了题名，让人啊送去知青点喽。啊，秦家不是吴勇媳妇的娘家吗？秦家那么有钱，宁愿捐了都不给女儿陪嫁点，你说这是为啥？肯定是吴勇他媳妇不咋地呗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？什么捐钱？什么我不咋地？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！你能跟吴勇那个地痞过到一起去，你就不是个什么好货。你娘家宁愿把钱捐给研究所，都不给你做陪嫁。我看啊，这就对喽。什么？冤民消的恶毒老钱婆，她把钱都捐给研究所了？你说谁恶毒？你说谁老钱婆呢？那可是你亲妈，是连领导都亲笔表彰的模范人物。王大嫂，快管管你这个儿媳妇吧，她连亲妈都敢编排，她呀跟个疯狗一样，上来就扯着我的脖领子。这就算了，她连领导表彰的人，她都敢骂呀，不得了了！王大婶，管管，真得管管！我打死你个不孝顺的烂货啊！连亲妈你都敢编排，你还孝顺得了我啊？你想死，可别连累我们家！你个小贱人，我打死！我没有不孝顺，她不是我亲妈。啊！你连亲妈你都不认啊！我打死你个臭婊子！我说呢啊，感情你就是个六亲不认的白眼狼。听说这就是领导提字儿的家庭啊？领导提的字儿，应该能卖不少钱吧？你可别乱来，这家庭你惹不起。我乱来什么乱来？自从萱草那奴才疙瘩随军了，我爸我妈天天压着我去地里干活，我哪有时间乱来？这人是赵铁柱家的儿子，是那个整天好吃懒做，就知道欺负我女儿的混蛋。
前世女儿的死和这人也有关系。哎，刚那小伙子是谁呀？那个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完全是他烂泥，总喜欢晚上去镇上喝酒，你们可离他远点。这女的大半夜不睡觉，出去干嘛？赵腾辉回家一定会从这条路上过，待会儿给他一猛。谁？谁？这女人还挺警觉，回头这么猛，也不怕闪到脖子。注意那个石路，庙门那个开，我不念两饶命！好饶命！我烂命一条！饶命？不可能饶命！让你欺负我女儿，今天打不死你，也得打残你！那女人打的重点在下三路，真狠啊！我都替赵腾飞疼，赵腾飞废了也好，省得出去祸害姑娘。于明香人呢？滚啊！丫的，这女人是打算留在原地看好戏呀？可是这深更半夜的，这啥时候能有人来呀？村长，村长，来了，出啥事儿了？赵腾飞被打了。你打的？我打人还用趁黑？不知道谁打的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我的儿子，别哭了，赶紧送进医院去。对，儿子，让你们欺负我女儿，你们等着，这只是开始。我和你们赵家的仇仇深似海，我一定会报仇。怎么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？看来都是错觉。妈，劳保服已经洗好晒上了，等咱们明天上工的时候就能穿。手上啊容易磨到的地方，我也都加了一层棉。妈，你看，加这么厚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加点。行啦，再厚这都干不成活了。小茹啊，你现在月份也大了，之前呢也没下地干过农活，这身体啊肯定吃不消。今儿晚上我就去找一趟老村长，看看能不能我们仨出去干活，你在家歇着。或者哪怕是给你分配一个轻松点的活也行啊。妈，不用这么麻烦的，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的。我听村里的婶子说，她怀孕9个月的时候，照样下地割麦子呢。你跟他们哪一样啊？他们那都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，你这双手那是拿试管做实验的，真要是在庄稼地里累出个好歹，那才是国家跟咱家的损失呢。就他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还真打算下地干活啊？他要是累出个好歹，那我的追妻大业岂不是还没开始就宣告失败了？
不是不登三宝殿，你昨夜上门，赵腾飞至今还在医院躺着，第3条腿断了，接不好了，以后怕是没办法传宗接代了。说吧，你今天来又是为啥事儿？你去镇里的时候，跟肖长青说一下，让他给咱们村子配个卫生室。啊？啊什么啊？这10里8村的连个卫生室都没有。我娘她年纪大了，有个病有个痛的还得往镇医院跑，多麻烦。万一我娘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陪我老娘啊？这我可真赔不起啊！只是咱们村太偏僻了，卫生室开了，镇医院的医生也没人愿意来呀。哪用得着镇医院的医生啊？咱们村子不就有个现成的吗？哦，我就说你以前没那么难讲话嘛，这还拿你娘当借口。关海，你小子，你还真是图谋不轨。哎，我真是什么？您老人家当了30几年的村长了，我给你兜了20年的底，你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的话，那你这个村长也别当了。办得好，保证办好。啊，对了，再给卫生室要一个助理的名额，让医生自己决定人选。好，走了啊。医生是于知青，那助理人选还用选？于知青肯定选他怀孕的儿媳妇啊。关凯还真是动情了。于医生，哎呦，村长，哎呀，快请坐。正说晚上想去找您呢，您都先来了。不知道村长来有什么事儿？有事儿您尽管吩咐。好茶。是这么个事儿，镇长批张条子给咱们村一个卫生室的指标，这不眼下缺个医生和医生助理，我想到你是学医的，就过来问问，你愿意当这个医生吗？哎呦，愿意，我愿意。咱们这儿冬天太冷，很容易感冒，所以需要一个卫生室。咱们村里也只有你最合适了。而且我们不光给你们提供卫生室冬季的炭火，还会为你们额外的记工分。哎呦，这都不好意思啊！也不用额外积分，医生是我的本职工作。真要有病患上门，我肯定不会拒之门外的。该记分还是得记分。我跟方圆的几个村子都商量过的。只要卫生室开起来，那就是造福乡里，大家伙开心着呢。哎呀，真是谢谢村长啊！你不要谢我啊，这开卫生室可不是件小事儿，在镇医院拿药，镇上面批，我的脸面可没这么大哟。你要谢啊，得谢关海那小子，是他提出来这件事儿，镇上面才这么痛快答应的。那行了，我回了。村长您慢走啊。哦。你怎么了？这都到饭点了，你不做饭，身体不舒服啊？你就没什么话想跟我说的吗？顾光海看我的眼神不清白，等顾光海邀功，然后我再明白的拒绝他。说什么？说我想吃什么吗？我想吃锅包肉、辣子鸡。前世下放，我也下地做过农活，别说是儿媳妇儿，就连我都难以负荷。还是要谢谢顾关海，儿媳妇儿不用受罪了，这人情我一定要还。我和小茹啊要去卫生所了，正好缺人手。这真的太好了，我本来还担心你们身体吃不消，现在你们不用上工了，太好了。顾叔，有酒吗？这样的好事，咱们必须得喝一杯啊！有，来，哎，好，来，都满上啊！来，咱们喝一杯。哎，顾叔，你不是土生土长的河道村人吗？怎么懂得那么多呀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可不像个农村人。我呀，14、15岁就出去闯荡了，那个时候啊，正在打仗。哎，算了，
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虽然他没有携恩图报，可是他的人情我记下了。来，小茹，这是你的，妈，老大。你的，哎，喝吧。这个味道就对了。村里人都穷，还是把价格定低点吧，我自己垫一些钱好了。顾观海和村里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同，他不会发现这价格不对吧？哎，孙两叔，这钱是他出的吗？这钱是关海出的。他说余医生你想帮扶乡里是好心，但这钱不应该由你来出。咱们这旮瘩贫困偏远的，这些年他在背地里没少帮衬我们。这事儿余医生你不要跟外人说。关海他不是个张扬的人。如今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糙汉还是那个糙汉，色批却不是印象中的色批了。大事看担当，小事看格局，细节看人品。顾观海的格局和人品都不差。妈，顾叔他这是啊，他钱多烧的慌，咱们不管了。真好，又是这个好喝的蜂蜜水，我的眼睛视力在变好。小茹啊，卫生所的老人们大多患有老寒腿之类的，吃止疼药呢，只是暂时缓解疼痛，治标不治本。我打算到山上去采点药。妈，山上危险，你小心点。妈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小茹月份这么大了，你好好守着小茹。我去了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魏国，我总觉得顾叔对婆婆可能有别的心思，但是婆婆吧，冷冷淡淡的，不好说。我爸也走了10几年了，起初还有人劝我妈改嫁，可我妈因为我们兄妹3个都拒绝了。现在反正我觉得顾叔人挺好的，虽然眼睛不太好，人也糙了点，可只要是妈愿意，我们也不拦着。累不累？来，我帮你。这家里的柴还多着呢，你不用每天陪我上山，我就在山边上采点常用的草药，没有什么危险。这点柴哪够烧啊？不光烧饭要用柴，东北的冬天冷，少不了得烧炕。哎，我正想问你，要不要在后院给你盘个炕？我这刚打了床。不要紧，夏天睡床凉快，冬天睡炕暖和。回头啊，我就打上砖坯，到时候在后院给你盘个炕。行，谢了。哎，我儿子受伤了，以后你们卫生室照顾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要让你儿子赵腾飞待在我们卫生院，让我们婆媳俩照顾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村里的卫生室不就是为村里人服务的吗？我儿子现在是病患，就该你们照顾。我是村医，
不是保姆。别说是我这小卫生院不负责了，就是镇医院也不会负责。你凭什么不负责？你们娘俩一天能看几个病人？闲着也是闲着，帮我们照顾一下腾飞怎么了？就是，你们占着村里的工分，分着村里的粮食，照顾一下病人是应该的。催三阻四，你们是不想在村里待了吗？不管你们答不答应，以后我儿子就在这卫生室住下了，吃喝拉撒全由你们负责。敢来这闹事儿，不想活了是吧？不长眼的东西，想死老子成全你！关海他兄弟，别打了，关海他兄弟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来这闹事，你快住手啊！你看，3天不打，少放揭瓦，老子今天就让你们长长记性！救命啊！公关儿又打我儿子，老村长，救命啊！王海，小家伙，这到底咋回事？李桂花非让我们照顾她儿子，该打！村里好容易建个卫生室，又不是给你一家人建的，人家是欠你的还是该你的？凭啥给你们照顾缺德的儿子？我报公安，他打人，我报公安，报公安！我等着！你还报公安？上次关海打你，你不也报公安了？可结果呢？公安说你们家虐待女儿，关海打你活该，还把你抓走关了好些天。没事找事儿的东西，你还想被抓走，还是怎么的？沈亮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从今天起，如果你再敢来这儿闹事儿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打死了埋你。打你一次，打死了埋你，滚！你之前打他，是因为他虐待女儿啊？看不过眼而已，打了就打了。好，我还得回去盘炕呢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京式的炖猪肉了。魏国，顾叔叔今天在卫生室帮我解了围，把赵家打走了。那这么说，顾叔之前打赵家人，还是为了帮咱妹妹出头？嗯，他今天在卫生室帮我跟妈解了围。魏国，我越想越觉得顾叔这个人真不错。那就再看看，具体啊还得看咱妈怎么想。嗯。于医生，于医生，于医生在家吗？于医生，哎，谁找我了？于医生，我儿媳妇快生了，能不能麻烦你过去看看？我知道我提这个要求有些冒昧，可是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，找接生婆的没人敢来呀。我没神没办法，于医生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于医生，快去看看金河吧。去，现在就去。去吧，出了事儿我给你兜底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药箱。走吧。现在走路也能看清1、2米远的距离了，这都是他的功劳。于医生，帮助我孩子于医生，求求你帮助我的孩子！我叔伯早年却牺牲在战场上，我丈夫见不久也战死了，求求你帮助我的孩子，保住我丈夫唯一的血脉！你
先别说话，保存体力。我会尽全力保全你们母女。先喝点蜂蜜水。接下来，听我的指令。吸气，呼气，再来，吸气，呼气。幸不辱命，母女均安。谢谢，真是太谢谢于医生了！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崔家永世难忘。谢谢。这里面是一些红糖和小米，还有几十个鸡蛋，拿着。备着点人吃啊，别被人发现了。谢谢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！你们救了我们全家，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！走了。顾光海，嗯，你怎么想到给他们家送东西的？哦，厨房里的东西，你的。哼，回头我会补给你的。你们一家下乡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吃的东西应该也差不多了吧？放心，我不会占你便宜的。是吃的差不多了，算算日子，我们下乡前寄的那些东西差不多也该到了。放心吧，饿不着你。你说他给那样的人接生，怎么改的呀？他该不会和那些人是一伙的吧？这还用想？你想想他们家捐钱的事儿，没钱捐的什么？要么按照村里老辈儿的规矩绞舌头，要么直接送公安。还绞人舌头，把人送公关，看把你忍耐的！你这是生怕外人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呀，都不藏着掖着了。老娘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于医生你不配！这个一天到晚没正事的瘪犊子，别搁那影响人家于医生的名声了，赶紧给老娘搬出来，回家相居。都怪我以前怕娘你担心，什么事儿都不敢跟你说。娘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儿子我有正事儿呢？你有正事儿？你一个一年到头都不回家的家伙，能有啥正事儿呀？少跟老娘找补啊！老娘可不信你那套。娘，你看，哎，你个瘪犊子！你再敢祸害于医生试试，别逼老娘我上门去打你！妈，到底咋回事啊？你们救的人到底是谁？今天好多人都说咱家惹上麻烦了。是啊，妈。他们是被下放的，但是家里都是烈士，眼下就剩这一个独苗苗了。你说我能不救吗？妈，他们是烈士家属，该帮。妈，你是医神，医者仁心，你没有错。妈，换成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您别忧心，我们一家人会永远支持你的。好。哎，关海又去取包裹了。以前你回来也没见你天天取包裹呀，这次是怎么了？包裹还不断了。哼，外面的朋友给我寄的东西，非要给我寄，拦不住。东西放这儿了，谢谢。有这些包裹在，往后家里吃的用的又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，能支撑好一段时间了。
这女人是对物体的体积没有一点概念吗？她这么冬天天西家家，家里添置的东西的体积都快赶上那些包裹的总和了。好在我们住的离村子远，不会有人发现。妈，哪来这么多货物啊？咱们下乡之前有寄这些东西吗？这不是咱们寄的，这是我托你姑叔给买的。他最近不是总往镇上跑吗？离供销社也近，我就托他给咱们买一些日常用得着的东西。有顾观海这个糙汉在，其实也挺好，关键时刻还能拉出来当挡箭牌。你说一个寡妇啊，一个光棍啊，住在一起啊，能有什么好事啊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看见这姓顾的帮于医生打水洗衣服呢，两个人那个眼神哟，都能拉丝儿了。在家还好，家里啊好歹有3个人，可是啊，他们还一起上山，山上又没人，这2个人干柴烈火的，你说会说点什么？于医生，你和顾观海，于医生，你考虑再嫁吗？你要是考虑再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。毕竟啊，顾观海眼睛不好，人又不靠谱。妈，我就觉得顾叔挺好的，懂分寸，知进退。可是顾观海是挺好的，事已至此，有些事必须要有个了结了。请进。我这2天想了想，我觉得咱们俩还是有点不太……你这是？我要走了。也是。你黑市上那么忙，回来这么久了，确实也该走了。我帮你收拾吧。没有该不该走，我走是因为怕你赶我。我没有要赶你走，我只是……我开玩笑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这次走确实是因为黑市的事情。这说起来还和你有关。你下乡前不是给研究所捐了钱吗？研究所找我下单了大批物资，现在物资筹措完毕了，我要回去交件。黑市不是见不得光吗？你的生意都做到研究所头上了。好啦，魏国他们快做工回来了，行李我自己收拾，你快去做饭吧。哎，你都该走了，想吃什么我给你做。只要是你做的，我都爱吃。快去吧。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走，一方面是怕他遭受流言蜚语，另一方面也是确实不得不走。研究所下单的是从国外运来的科研设备，我要去护送那批设备入境。我以身许国，再难续情盟。顾叔，照顾好自己。放心，我可是老江湖了，没事儿。你们兄弟2个照顾好你们妈妈。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我要走了。妈，你赶顾叔走的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说的。那个黑市还有工作要忙。妈，外面那些流言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风声，是不是你赶顾叔走的？顾叔这段时间这明里暗里一直帮衬着我们一家，我们一起住得好好的，你干嘛非要赶顾叔走啊？哎呀，我都说了不是我赶他走的，是他自己说的。那研究所跟他订了订单，他自己回去处理这些货物的。妈，
你要找理由，就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嘛。我们单位是什么地方？那黑市是什么地方？研究所怎么可能到黑市买东西嘛？就是你赶顾叔走的。顾叔人多好啊，我都准备改口叫后爸了。后爸，亏得他敢说，他改得了口，可是我下不去嘴呀。还后爸呢，待会儿你爹都从棺材板里跳出来削你。我爹都死10多年了，骨头都扬成灰了都。你还敢说？妈，你与其赶走顾叔，压制流言，不如坐实流言，嫁给顾叔。我们几个都挺看好顾叔的。你别以为你成家了，当着你媳妇儿的面，我这个当妈的就不好意思打你啊！再敢胡说八道，我一样削你。唉，什么时候能当后爸呢？前世今生活了2辈子，那里住着个老太太，怎么可能对顾光海有那种心思？那不是老牛吃嫩草吗？我懂孩子们孝顺体恤我，可是注定要让孩子们失望了。臭小子，你怎么突然又要走了？你走了，相亲的事咋办呀？隔壁村的王媒婆呀，给你介绍了个对象，这次不是傻子，也不是瘸子，是给镇政府看门那个老汉家的女儿。离婚带了2半大小子，可是模样周正呀。除了那个耳朵不好，其他的没毛病。娘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不相亲。哎呀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啊，您就别操心了，行吗？我不操心能行吗？你，还你心里有数？你有个屁的数！老娘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配不上于医生，偏你贼心不死。这下好了，被他赶出来了吧？不是啊，娘，我外面是真有事儿，所以我才走的。你有个毛事儿呀！走，跟我回家餐厅。娘，娘，这是一个王八羔子！我真的是去镇里赶火车，我先走了啊！你老保重身体。于医生啊，你可别多想，我知道我儿子配不上你，我这是来感谢你的膏药呢。我这老寒腿呀，我闺女经常带我去镇医院看，那只是当时见好，药效一过呀，腿又疼了。还是你自己熬的膏药管用，我贴了就没再疼了。顾大娘，您用着好用就行，等用完了我再给您拿点儿，时间久了说不定能根除。给顾大娘的药膏特意用灵泉水单熬了1锅，所以药效才会格外显著。不知道谁将来有福气啊，能娶到你做媳妇儿。于医生，我手破了，你能帮我包扎一下吗？快坐。于医生，我在这儿。顾大娘，你咋坐到这公交车上了？是他们呀，非要推着我去的。我这个老人家也没办法。不止咱们村呀，他们也在等着我老人家呢。哈，于医生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顾奶奶的女婿啊，是咱们镇粮所的所长，有他老人家在，以后咱们的公粮就没人敢挑剔了。一直知道顾老太有个嫁到镇上的女儿，没想到她女儿竟然嫁的是粮所的所长。我这还真是今天刚知道，怪不得大娘您说您在咱村有些脸面，您这何止是有些脸面，您的脸面也太大了。顾大娘，你赶快做好了。我做好了。你等着哈，等我从镇上回来，给你带我闺女烙的酥肉饼。我闺女烙的酥肉饼呀，可好吃了。好，好，好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忙啊。行，慢点啊。那酥肉饼，这个酥肉饼不知道给我们分着点，这不明摆着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吗？这个吴香菊之前背后蛐蛐传我的闲话，好歹还知道背着我，现在都不背人了。哼！哎呦，
这不逢年不过节的，吴志清，你咋还磕上了？你，我怎么着？大妹子，你要不要去村卫生所看看，让我给你瞧瞧，这脑子磕坏了。你惹谁不好，惹于医生干嘛？他可是实力拔枪唯一的医生，你说你以后惹他能落什么好啊？你以后万一给我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，你不找他看病了？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别担心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这里是乡下，不是京师，家长里短，街头巷尾，就这么点事儿。于医生，于医生，镇长来了。镇长你好。于医生你好。镇长，这是京市给的消息啊，魏建安那边已经查清楚了，他的背后是文物倒卖团队，牵扯极广。不过现在已经全部缉拿归案了。没想到魏建安背后竟然是那么大的一个文物倒卖团伙。是呀，上面还说了，那伙人涉及的文物数量极其庞大。于医生你又立功了，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呀！镇长，你过奖了，我这也是无心插柳。哎，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，嘉奖粮我一并带来了，还麻烦于医生签收一下。这么多粮食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粮食，差不多1000斤啊！我们刚领过村里的粮食，村里的粮食是你们的劳动所得，这嘉奖是嘉奖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有人托我给你的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再见。镇长慢走。这么多肉票，这粮食还好，粮食是嘉奖，可是肉票肯定是顾叔托镇长给我们送过来的。前几天我还听村里人说有个媒婆带了个老汉去找顾奶奶，有人认出了那个老汉，说是给镇政府看大门的。他说他见过顾叔，而且顾叔和镇长很熟。他本来还想着和顾奶奶做亲家来着，现在村里面私底下都讨论说顾叔到底是怎么攀上镇长的关系的。哎呀，这顾叔也真是，这人走了还惦记着咱们呢。你们在说什么有的没的？这是现在的重点吗？现在的重点是粮食太多了，连木秀玉林、风必摧之的道理都不懂啊！把这1000斤粮食分成3份，1份送到村里，1份送到知青点，1份咱们自己留着。好。哎，再来点，村长。村长说：“于医生，你这是？”村长说：“这是镇上分给我们的粮食，我们吃不完，你就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吧。”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于医生。没事儿。哎，吴知青，别的知青都是年轻人，多吃点还能长身体。吴知青，你年纪大了，应该不会跟这些年轻人抢粮食吧？你像这个贱人，家大能大。吴姐肯定不会跟我们抢粮食的。谢谢于医生，多吃几顿饱饭，我肯定能长高点儿。哼，阴阳人谁不会呀？老村长，我们一家3口才分到了不到500斤粮食，你们难不成真想看我们湖北活活饿死啊？你们好狠的心啊，竟然要活活饿死我们，丧良心啊！丧良心啊！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这里是分粮食的地方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我管你这是哪，我们一家子都要被饿死了，我不管，我就要粮食。老村长，你把渔民箱捐给村里的粮食都给我们，我们一家子就不用饿肚子了。村长说，粮食是我拿来的，让我说2句。李桂花，我本来是一番好心，想着跟街坊同甘，让你这么一闹，反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所以我的粮食没有你们家的份儿。哎，你凭什么？就凭这些粮食是上面嘉奖我的，
我的粮食我做主，我想分给谁就分给谁。你要是不服气，那咱们就到镇上说理去。你躲什么呀？走，咱们去镇上。我不去，我不去镇上，我不要粮食了。每个村里都有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让女医生你看笑话。村长叔，你说笑了。不过我也确实瞧不上这种好吃懒做的人，不给他们家分粮食。村长叔，你也别生气。哎呀，村里堂长这么一家子，我还有什么资格生别人的气啊？算了，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泪啊。听说李桂花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是大部队闹了一场，不但没获得更多粮食，连原本会分给他家粮食也闹没了。赵铁柱气得打着他胖揍了一顿。听说鼻子都给打歪了，打得满脸血，叫的一条街都听到了。谢谢余生的粮食，按人头我家也分了10来斤呢。没事没事。上面的嘉奖粮呢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也不知道吃起来会不会更香，回头我就煮上。整天就知道喝，他喝死。哎，喂，你妈整天打我，你到底管不管了啊？再怎么整，就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说话呀，你说话呀，你说啊！他妈，哪来的丑八怪，吓死我！吴勇，你个死渣男，你竟敢打我！我给你拼了！哎呀，下贱人，敢打我儿子，给你拼！哎呦，臭婊子，你打我妈，你肉，林医生，我去公园给买肉啦。啊，我那儿媳妇还有个把月该生了，得吃点好的。哎，对了，王大婶，听说你们家那鸡养的特别好，回头那鸡蛋记得给我留点啊。留着，那肯定给你留着呀。是有你这么不心疼人的婆婆，那当女儿媳妇，哎呦，那可真是太享福了。哪儿的话，是我呀，摊上了个好儿媳。那行，那先回去了啊，先走了。哎，忙吧。也吃也胖了，看该做的样子吧，还得做。完了，大家肯定该怀疑为啥我家有肉。妈，你又去买肉了？哎，我们今晚吃什么好的？刚才村头刘大姐给了我一把松茸，我一会儿给你们做松茸饭，再炖个老鸭汤。妈，这真是松茸啊！这玩意儿在金市可贵了。我又不花钱。前2天刘大姐的小孙儿噎着让我给救回来了。她说在山里边发现了一个松茸窝，我要是喜欢吃，过2天她再采了给咱们送过来。妈，你这人也太好了你！谁让我是医生呢？我这个职业下乡就等于吃香。等着，给你们做饭去。这空间里的产能过剩，就算每天变着法的给孩子做好吃的，这手里的东西还是吃不完。再这么下去，空间里连鸡鸭能闹腾的地儿都没有，这可不好使了。要是顾光还在就好了，有那厮在，还能偷偷的帮我去给下放的那些家送点东西。哎妈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怎么感觉下乡以后，我好像还变胖了。不是你的错觉，你确实胖了。你以前一门心思都放在科研上，也不运动，饭也吃不好，太瘦了。你看你现在，每天不是下地干活，就是去山上捡山货，这饭也没落下，可不就吃胖了吗？那我这么一直胖下去，不会有问题吧？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妈我可是医生，多吃点。妈，顾叔走了这么久了，不知道他过得还好吗？臭小子，你要担心他，去城里找他去啊！
妈，这顾叔咋还不回来呀？他就给你和大哥大嫂他盘了炕，他没给我盘呢。这说好天冷了，这我和顾叔一起睡，可顾叔不回来，这冬天来了，我咋办嘛？你可以睡前院啊，前院有炕，天把火的事儿。可是我睡前院，我害怕。你多大了？要不是你被戴了绿帽子，这媳妇儿都娶回来了，还这么胆儿小。妈，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能。那你去把外边烧开的那壶提过来，我们泡泡脚。哼！小茹啊，马上变天了，咱们得缝个门帘子。等你坐月子的时候，不能见风，更不能着凉，否则落下了月子病，更受罪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明天就缝门帘子。怎么了，妈？我的羊水好像破了，羊水破了，没事，别担心，妈在呢啊。小茹，你别怕，有妈在，妈是医生，不会有事的。老大，你也出去，你们弟俩烧点热水。别担心，来，我扶你回屋。慢点。来。妈，小茹，先喝碗糖水，分他体力。来，放轻松啊！哥，你能不能别晃了？真的，哥，你要当爸爸了你！进去照顾你老婆吧。好，我这就进去。终于倒下了，于明香，我终于要见到你了。有血腥味，糟了！你怎么了？顾光海，你回来了，我当奶奶了。你当奶奶了，吓死老子了！我当奶奶怎么就吓死你了？我看你就是眼红我。你干嘛？你给我起来！你个王八，起来呀！顾光海，顾光海，顾光海，你醒醒！顾光海，你这兔崽子回来了！搁这装死害我干嘛呢？又占人家余生便宜啊！顾大娘，他没有装，顾光海他受伤了，现在气息很微弱。什么？顾大娘，顾大娘！哎呀，夏冬，魏国，快出来帮忙！待会儿回到后院，在你姑阿婆面前不要乱说，她被吓晕了才刚醒。要是知道你姑叔受了伤，她又该担心了。放心吧，妈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先到门口守着吧。顾光海，你醒了。我扶你起来。喝点水。顾光海，你这个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些寻常的伤，
过些日子就好了，不碍事儿。真的只是寻常的伤？顾光海，我是医生，外科医生。确实不是寻常的伤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干违法的事情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说去个研究所交接货物？为什么交接货物会交接出来这样的伤呢？这个说来话长，大概就是研究所要的一些东西，只有特定的人才有，所以就跟他们打了一架。你确定没有作奸犯科？我确定，我发誓，如果我要是作奸犯科，我就不得好死。伤成那个样子，能活下来都是奇迹。他受伤既然是和研究所有关，而研究所又是正经的国家单位，想来他可能是军队的。你最好说的都是实话。否则的话，我第一个举报。前世今生，第一次体会当奶奶的感觉，这感觉真好。于医生，于医生啊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怎么了？咱们出去说啊。怎么了，顾大娘？于医生啊，你快帮我劝劝那个兔崽子，这货早不说搬走，晚不说搬走，偏偏啊，这半死不活的时候，闹着说要搬回家住。妈，你说说，我这一个啥也不懂的老太婆，她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敢让她回家嘛？于医生啊，你是医生，她住在你这边，我才放心啊。这么，竟然在这个时候闹着要报警！医生，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，我还是搬走吧，我不能耽误他，他值得更好的。你真的想搬走啊？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要走？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搬走，等伤养好了吧。伤养好了，你想搬走再搬走也不迟。好。哎呀，于医生呀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我知道我家这个兔崽子不省心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顾大娘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我送你。哎，好。什么他值得更好？什么不能耽误他？那都是扯死。我少年离家，为国征战半生。说句托大，每个国人岁月静好的背后，都有我们洒下的血泪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女人，怎么就配不上？这些我追定了。你受伤损耗了气血，喝点蜂蜜水补补。明天我再给你好好把把脉，开几副温补的中药。好。还是熟悉的蜂蜜水。妈，你快过来，小茹她出事了。怎么了，小茹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妈，小茹从醒了以后就一直看着孩子哭，我怎么劝都劝不动。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不是我，他长得好丑啊，脸又尖又扁，像个小怪物一样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这小乖孙哪里丑了？刚生下来的小孩都这样，长开了就好了。别担心啊，这小孩子骨头软，颅骨缝还开着，以后注意一下睡姿，很快就纠正过来了。假的你还能把孩子扔了不成？你也真是的，见过那生了孩子高兴哭的，还没见过被孩子丑哭的。你这等孩子长大了，要是知道，你看他怎么想你。哎呦呦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这坐月子哭最伤眼睛了。你要是把眼睛哭坏了，以后还怎么回实验室，怎么做实验啊？我还能回实验室吗？能，肯定能。好了啊，给你的，吃吧。这是月子餐啊，你送错了吧？没送错啊，就是给你的。
你现在需要补气血。哎，哎，大老爷们儿吃月子餐。妈，你这笑啥呢？我当奶奶了，我高兴不行啊？行，那妈你继续笑着，我去找护士。叔，你这身体咋样了？哎，给你吃。哦，好吧，好歹是取悦了这娘们，这女人都快笑岔气儿了。怎么还没吃完呀？我觉得我不至于虚弱到顿顿都喝这个吧，真的。需不需要你说的不算，我说的才算。谁让我是医生呢？必须喝。哎呀，豁出去了，就当是哄未来媳妇儿开心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回村，这村里面说啥的都有。顾大娘是打着你在我这儿养伤的旗号，才把这传言压下去的。你要是敢不配合我的治疗，砸了我的招牌，你试试看。配合，我配合，我不是。今天是小团子的满月酒，来，咱们一起泡一杯。来，干杯！来，拿着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哎，这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这又不是给你的，你紧张个什么呀？来，拿着。哎呀，拿着。这是阿姨给小团子的满月礼，小团子要健康茁壮的成长，长大以后啊，保家卫国。好了，就是一座宅子而已。像这样的宅子，我有很多个。你要是嫌弃这个，我都拿过来，任你挑。这人财大气粗的，也太噎人了。好了嘛，既然是顾叔的一片心意，我们就收下吧。就是，指不定以后顾氏的东西都是咱家的。说什么呢？哎，妈，耳朵掉了，掉了！长本事了，敢开你娘玩笑了，看我收拾你！医生，女儿回来了。